我是最近爱上了自己拍自己的 Steely。如大家所知，俊在离家出走了2个星期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个 project 要做，这2周我必须得自己拍自己的生活场景。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拍 vlog。在这2个星期里，我其实发现了用手机自己拍自己的一些小 tricks 和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小零件，所以我临时想拍一期这个视频，给那些现在也想拍 vlog 的人，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对你有帮助。其实现在手机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拍 vlog 的工具了，特别是 iPhone 13，因为我最近也更新了 iPhone 13，我就不得不感叹它的各种画质，所以这么好用的东西就应该好好的利用起来，对不对？说说我之前的一些 setup 吧。之前我用手机录视频喜欢用一个这是真的很久以前在淘宝上买了一个 Photo Pro 的一个手机支架，它有一个球形云台，然后它上面这个手机支架，它其实是像这样横过来，然后把它夹住的这种方式。夹的不好，它手机很容易歪，而且它这个球形云台，真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用，不是很稳，所以我非常的不喜欢用这个。可是有时候出去拍东西，你知道我都会带我的2个三脚架嘛。一个是这个阿卡的 P0 的云台加捷星脚架，还有一个是这个 Peak Design 的碳素纤维的一个脚架。它们其实它这个快装版都是使用阿卡的那个型号，所以我就想，如果手机也能够有一个适配器配上这些阿卡的这个东西的话，我就直接可以把手机放在我的三脚架上面。非常贴心的一点呢是买这个 Peak Design 这个脚架的时候，它这个里面其实有送一个小小的手机的适配器，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放在它这个三脚架上面。可是有一天我出去拍日出的时候，我用了一下这个东西，然后一下就被我弄破了，质量真的非常的差 ，garbage。可是那段时间，因为我自己在家里嘛，其实我有很多场景我都会更想用手机来拍，因为这样会比较快，比较方便。于是我就在 Amazon 上面买了一个 Prime 能够最快到货的，它是 Smart Rig 的一个手机支架，它可以很好的适配所有的阿卡云台。然后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个支架真的非常的好用，它真的非常的稳，不管你放在哪里，你都可以找到角度让你的手机稳稳的立起来。比如说之前我去超市买东西，我就直接把这个脚架立在我的购物车里，它也很稳不会晃，或者是要把它放在一些货架上啊，放在一些什么地方，它都可以很轻松的立起来。假如你没有这个支架，你只有手机的话，你可能得想办法把你的手机靠在什么地方来拍，那种时候呢，其实就会有很多的限制，可能你的角度就不能够是你想的那样。现在有了这个支架以后，你就真的可以放到各种平一点的地方都可以立起来，而且你可以很好的找到一个你想要的角度。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画面感。对，我特别注重视频的画面感。除了稳定，它第2个好处呢，把它放在脚架上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很方便的从上往下录的一个视角，给了我很多不同的一些取景的角度，我觉得这个非常棒。然后第3，因为它这个折叠的这个设计，它可以挂在我的包上，或者是你的裤子口袋啊，或者是任何你胸前如果有一个绳子，你也可以把它挂在你胸前，可以把它当做那种解放双手的第一人称视角。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好，比如说你要去买东西或者去探店，你不想手举着一个手机，这种时候把它挂在你的包上，就觉得非常好。自从买了这个手机支架以后，我会录很多，比如说自己在家吃饭的场景要录啊，或者是我在工作的时候，猫猫狗狗突然跳上来，它们有什么很可爱的东西，我可以直接把手机拿起来放在桌上就可以开始录。之前的话，我的手机必须得找一个什么地方靠着，或者是得加上一个这个garbage。而且开车的时候，它也可以稳稳的放在我的那个 dashboard 上面。只要你是开平路，你都可以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很快的一个取景的东西，觉得也非常好用啊，真的是有点 life changing。平时如果只是用手机的话，我蛮喜欢把这个手机的脚架放在我这个八爪鱼的脚架上，因为这个八爪鱼的脚架它真的也非常 flexible， 然后它质量真的很不错。平时我用它都是用来放我的一个 HS3，所以它其实它的云台的承重力真的是也蛮 OK 的，架这个手机是绰绰有余。主要是它真的也是还蛮稳的，用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我很喜欢把这个手机支架跟这个八爪鱼一起用。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套这个 setup 我在录。推荐完这个支架，我还想说的一点是，如果你是苹果用户，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你也有手表的话呢，嘿嘿，
好处又来了，在苹果13更新了以后，它真的整体的画质都有很好的提升。因为我也真的是一个对画质有一定要求的人，在我能够有更好画质的情况下，我肯定会希望我有更好的那个画质。所以我平时用手机拍的话，我喜欢用我的后置摄像头的那个成一的那个主力的摄像头。如果我平时都要用这颗后置的头对着我自己的话，我就看不到我实时的取景了，因为屏幕对着背面嘛，所以我看不见。那我要怎么才能够很方便的知道我及时的取景是 OK 的呢？这个时候就可以从你的苹果手表上打开你的 Remote Camera App， 它就会直接弹跳出来现在实时的取景框。所以刚刚呢，大家看在我在调整，一直在看手表，就是因为我在找这个角度好不好。这种时候我就不用绕到后面去看了，而且我这个手机的背面现在是一块我的显示屏，所以我要去后面我也看不到。这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处。如果你没有苹果手表的话，其实我之前也尝试过，就是用一面镜子把它对着你手机的屏幕，这样你就可以实时的调整你的角度，大概差不多就好，这样会至少要比自己走来走去要方便一点啦，我是这么觉得。不过如果你们真的有苹果手表的话，把这个苹果手表的 Viewfinder 功能用起来真的非常好用，省了我特别多的时间。不管我在哪里，包括我在超市啊，或者是我要录自己做咖啡，哇，都是直接实时看就好了，我就不用跑到对面去调整。然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功能，好像我的这个新发现让他们也有了一种要买苹果手表的冲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冲动呢？苹果是不是应该给我打钱？这带货能力太强了。所以了，有了我的苹果手表和我这个新买的小脚架的加持，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光线非常昏暗，而且室内空间又很小的一个日本的小酒馆，想去录一个自己吃饭的一个素材。哇，非常的有用，我给大家直接上素材吧。当天我去的那一天呢，其实都已经是晚上了，外面都已经黑了。然后你知道酒吧里的环境非常的暗，灯都开得很小，然后在你的那个桌上有个小蜡烛。因为我是一个人吃饭，所以我就安排坐在了一个吧台的角落上。所以我几乎那一天我就是把我的手机架在我的脚架上，贴着墙在录我自己。取景的话，我就完全只能依靠我的手表来看实时的那些取景，包括换不同的一些角度来拍自己呀，感觉是救了我的命。而且因为环境很暗，所以我只能用我的后置的那个成一的镜头，这样它的画质才会比较好嘛。其实我吃饭的那天我也有尝试用广角来录一些吃饭的镜头，大家就其实可以发现广角啊，在暗光的条件下真的噪点就非常的多了。不过正常的那个成一的镜头就真的是非常好，手表加上这个小支架，让我觉得我拍出了我能够可以拍到的最好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我的手机的广角，为什么我在这种时候敢用广角，是因为我有一个台灯，我给我自己的这个地方补了一个光，所以我会经常在我觉得我可以补光的时候加一盏这个光，会让我的画面看起来更好。所以总的来说，就是你在光线条件越好的情况下，你不管用哪颗摄像头，你的画质都会更好。所以其实这个台灯，看把它关掉以后就是这样子的，我把它打开呢，是不是感觉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平时有时候我在家里有些什么感悟，我随时想录，我就直接把手机架起来，然后把光线一打开。最后再说一说最近自己拍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吧。讲了好久，好渴，喝点水。甘甜。之前我真的是一个蛮害羞的人，比如说我跟俊一起出去吃饭要探店，他可能掏出一个手机或者一个那个我们之前用的 ZV-1 的那个小相机对着我，然后我要讲话或者要干嘛，我都会很害羞。总是会过度的去在意他人的眼光，好像在街上做这种拍摄视频这样的东西，就觉得哪里怪怪的，浑身不自在。然后俊走了的这2个星期，我开始自己录自己逛街，录自己买菜，或者是跟朋友出去吃饭，拿着手机出来录，可能别人都看到了我在录，或者都被别人发现了我在录，但是我的那种之前那个浑身不自在的感觉没有了，这是让我觉得很惊奇的一点。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最近有克服很多自己心里的一些情绪小疙瘩，我有去做一些生活方面的功课，去清理自己的情绪，更多的找到了自己是谁，肯定了自己的内在价值以后，
好像我在公共场所做这种拍摄啊这种东西，即使别人看着我，我也就完全不在乎。为什么要在乎？这就是我的工作呀，我就是个 YouTuber， 我就是 content creator， I'm so proud of it。 对呀，就拍它，只要我能够多花点时间，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把故事讲得更好，那 why not？ 我只是想要提高我自己的视频的内容，对不对？我在很用心，我在很认真的做这件事情。其实说白了，大家也不在乎了，大家就是看一看而已。不过当我发现我不在乎他人怎么想的时候，我觉得哇，我真的又进步成长了很多。这也是其实俊不在家的这2个星期，我自己拍一些自己生活的 vlog 感觉到的一些东西。说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找到了自己是谁，肯定了自己的内在价值，我的 core value 不容易被动摇了。所以他人怎么看我，怎么想我 I don't care， 我只想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好了，以上那么多就是我这2个星期以来一些自己拍摄 vlog 的一些小想法。其实拍 vlog 真的也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做这件事情很久了，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去尝试看看。你不尝试，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好玩还是不好玩的，你只有自己试了才知道。好了，这一期的自己拍摄自己更新就到这里，希望我这一期的一些内容能够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哦。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的话，请不要忘记订阅哦。我们下期视频，拜拜。